路透社报，中国复刻曼哈顿计划。80年前，一个绝密项目直接决定了二战的格局。80年后，另一个绝密项目可能正在决定人工智能时代的胜负。最近路透社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：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的曼哈顿计划，地点不在荒漠，不在地下掩体，而是在深圳一间高度安全的实验室里。那问题来了，什么是曼哈顿计划？它当年到底有多恐怖？如果中国真的在复制一场曼哈顿计划，那这一次被改变的会是谁的命运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手里的智能手机突然停产， AI 聊天机器人集体掉线，甚至连国防装备的核心系统都陷入了瘫痪，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？答案可能比你想的更残酷，就因为一颗小小的芯片被别人卡了脖子。最近路透社一篇报道炸翻了全球科技圈，说中国正在秘密推进一场堪比曼哈顿计划的超级工程，在深圳一间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，已经造出了能制造尖端芯片的原型机。这一篇报道一出西方媒体集体恐慌，美国政客连夜开会，全球半导体行业都在瑟瑟发抖。但今天咱们不跟着西方的节奏走，而是要把根儿来挖透，到底什么是曼哈顿计划？它当年有多颠覆世界？路透社口中的中国版曼哈顿计划，又真的能改写全球霸权格局吗？80年前改变二战走向的曼哈顿计划，和今天中国芯片领域的绝地反击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先从第一个核心问题入手，到底什么是曼哈顿计划？可能有年轻的朋友对这个不太熟，简单说曼哈顿计划是二战期间美国牵头搞的一个顶级秘密工程，核心目的就一个，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。当时美国动用了全国1/3的电力，召集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，包括爱因斯坦、奥本海默这些大神，前后投入了20亿美金，这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260多亿美金，动员了13万人参与，而且全程保密，连副总统都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存在。1945年7月16号，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，蘑菇云腾空而起的那一刻，人类历史彻底被改写。短短1个月以后，美国就把2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广岛跟长崎，直接加速了二战的结束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曼哈顿计划的本质，集中全国最顶级的资源、人才跟资金，攻克一个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甚至世界格局核心的难题，而且要快、要狠、要一次性成功。讲完定义呢，咱们再深入聊第二个核心问题：曼哈顿计划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？这绝对不是造了2颗原子弹那么简单，它的影响渗透到了军事、政治、科技3个维度，至今都在左右世界的格局。首先是军事层面，它直接开启了核威慑的时代。在这之前，打仗拼的是兵力、坦克、大炮，但原子弹的出现让战争模式彻底升级了。谁掌握了核武器，谁就掌握了话语权。二战结束后，美国凭借核垄断地位，在全球范围内说一不二，而苏联后来也加速研发出原子弹，才有了后来几十年的冷战格局。可以说曼哈顿计划直接定义了二战后的全球军事平衡规则。其次是政治层面，它让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标配。曼哈顿计划证明，在关键领域，单靠市场跟企业单打独斗是不够的，国家层面的集中统筹能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。后来苏联的太空竞赛，中国的2弹1星，本质上都是借鉴了这种模式。它也让全球各国意识到，核心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，而是国家战略的博弈。最后是科技层面，它堪称现代科技的催化剂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咱们今天用的互联网、GPS、半导体技术都能追溯到曼哈顿计划的技术衍生。当时为了计算核反应数据，科学家们研发了早期的计算机，为了监测核试验，发展出了精密的光学跟电子技术。这些技术后来走出实验室，催生了整个信息技术革命。所以说曼哈顿计划不仅改变了战争，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讲到这儿，大家应该对曼哈顿计划有了清晰的认识。它是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之际，集中全部力量突破核心技术封锁的战略工程，其影响横跨100年。
而现在呢，路透社把中国的芯片工程比作曼哈顿计划，这背后其实藏着中国当下最迫切的痛点。芯片被西方卡脖子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可能有朋友觉得卡脖子是危言耸听，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，你就知道情况有多严重。咱们日常用的高端手机，比如之前的华为 Mate 系列，早期的高端芯片都依赖美国高通。AI 领域的大模型训练，比如 ChatGPT 需要的高端算力芯片，几乎都被英伟达的 A100、H100 垄断。更关键是国防领域，先进的雷达、导弹、战机的核心控制系统都离不开高端的芯片。而西方长期对中国实施禁运，最让人无奈的是，美国的芯片封锁还反复横跳，把中国当成提线木偶。就在2025年12月，美国总统刚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0 芯片，转头呢就有参议员推动安全芯片法案，要求30个月内禁止出售这类先进芯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怕中国用这些芯片搞研发，更害怕中国自己造出芯片，打破他们的垄断。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直白说过，美国的封锁只会逼中国转向本土技术。这就是咱们的核心痛点，核心技术握在别人手里，人家想给就给，想断就断，不仅制约着咱们的手机、AI 等民用产业，更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。就像《孙子兵法》所言，不备不语，不可以时。意思是没有准备，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，就不能出兵打仗。放在今天的科技战略，就是没有自主可控的芯片，我们的产业跟安全就随时可能被人拿捏。面对这样的决定，中国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拿出了老祖宗分则利散，专则利权的智慧，启动了这场被路透社称之为曼哈顿计划的芯片突围战。这就是咱们的解决方案，集中全国的资源、人才跟资金，攻克芯片制造的核心难关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而这场计划的关键突破口，就是路透社反复提到的深圳高度安全实验室。根据报道，这里边藏着一台能制造尖端半导体芯片的原型机，核心就是攻克了极紫外光刻机 EUV 技术。可能有朋友不懂什么是 EUV， 我用大白话解释芯片就像一块电路板，上边的电路越细，性能就越强。EUV 就相当于一把手术刀，能在硅晶圆上刻出比头发丝细几千倍的电路，没有它就造不出7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。之前这技术就被荷兰阿斯麦一家垄断，美国还禁止阿斯麦把最先进的设备卖给中国。但现在呢，中国科学家不仅造出了原型机，还能成功产生极紫外光，这就相当于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项目不是某一家企业在单打独斗，而是由华为牵头，整合了全国上千名工程师，联动了多家国企跟科研机构，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攻关格局。这就跟当年美国曼哈顿计划集中全球科学家的思路如出一辙，都是专责利权的体现。而且咱们的芯片突围不是空谈，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。比如国产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，2025年3季度营收暴涨了2386%，这净利润直接从亏损7亿变成盈利16亿，股价还2度超越贵州茅台，成为 A 股股王。这背后就是国产替代的浪潮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国产芯片，不再依赖进口。还有中芯国际已经完成了14纳米工艺的量产，还在推进先进的节点研发呢，累计获得专利超过1.4万件。这些都证明中国的芯片突围不是口号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讲到这儿，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路透社说中国打造曼哈顿计划到底会造成何种影响？这也是我们今天内容的核心。且听我来从中国、西方、全球3个维度来给大家讲透。首先，对中国而言，这是一次破局重生的机会。一方面能彻底摆脱西方的芯片封锁，让咱们的高端手机、AI 产业、国防设备不再受制于人。就像华为的升腾芯片，性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伟达的部分产品。在军事 AI 领域的模拟对抗中，还实现了对美国机型15-0的碾压。另一方面，芯片产业的突破还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，从半导体材料、设备到软件生态，形成了自主可控的产业集群。根据银河证券的研报，2025年前3季度中国半导体行业营收跟利润都实现了双增长，整个行业都在迎来复苏跟爆发。其次对于西方来说，这是垄断霸权的终结。长期以来，西方靠着芯片技术垄断赚得盆满钵满，
还能随意对其他国家实施技术封锁。但中国芯片的突破会打破这种垄断的格局，就像英伟达之前靠对华为出售芯片挣了不少钱，但随着国产芯片的崛起，他们的市场份额正在被挤压。黄仁勋之所以反复游说美国政府放松封锁，就是怕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。而且中国的突破会倒逼西方企业加快创新，不能再靠着垄断躺着挣钱。之前阿斯麦 CEO 还放言说，中国掌握 EUV 技术需要很多年。结果呢，中国原型机的出现直接打脸，这就是进展带来的改变。最后，对于全球来说，这会重塑科技产业格局。之前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是西方主导金字塔结构，中国只能在下游组装环节。但中国芯片的突围让这个格局变得更加多元。一方面，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国产芯片，不再被西方卡脖子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的技术突破也会带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创新，形成更开放、更竞争的市场环境。就好比曼哈顿计划催生了信息技术革命一样，中国的芯片突围也可能催生出新的科技变革，带动 AI、物联网、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的发展。不过这里咱们要客观说一句，虽然咱们取得了突破，但也不能盲目乐观。路透社的报道里也提到，深圳实验室的原型机还处于测试阶段，还没能制造出可正常工作的芯片。业内人士估计要等到2030年才能实现量产。而且芯片制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，EUV 光刻机有超过10万个零部件，牵扯5000多家供应商，要实现完全自主可控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就像林楠，也就是路透社提到的 ASML 的前工程师说的，单纯复制别人的技术没有用，必须走出自己的道，这需要完整的产业生态跟持续的投入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今天的芯片突围，中国从来就是在绝境中创造奇迹。这背后不仅有着国家集中统筹，也有无数科学家跟工程师的默默付出，更有咱们民族骨子里自强不息的精神。就像《周易》里所说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，我们都能靠自己的努力突破难关。